超能力姐妹针锋相对，误将奇遇送进了怪人监狱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金。本期我们接着来看《一拳超人》第221话。上回说到，奇遇和邻居的1对1决斗，还没等他动手，强硬就被吹雪组的车给撞飞了。而吹雪前来的目的是为了会见被关押起来的老同学，也是怪人协会的幕后黑手赛克斯。为了避免邻居们再三的麻烦，奇遇也跟着一块去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有一个神秘来客已经赶在他们之前，欲要将赛克斯用于名为阅读的神秘研究。学生时期的赛克斯是异能研究会的副会长，相比起会长吹雪那漠不关心的态度，他致力于将组织做大做强。比如隔壁镇子的过激派组织看不见的手，对他们研究会一直抱着挑衅态度，说什么不过这些学生们玩闹的组织罢了。结果到头来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后，还不是申请着要加入他们研究会。组织规模是越来越大，兴许不久后他们异能研究会将掌控世界呢。另外，他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渐渐变强，已经能达到抬起一个人的程度了。虽然比起吹雪会长能抬起卡车还差得远呢。一直以来都得不到吹雪会长的赞许，但他仍是没有放弃，反倒是越发来劲儿了。竟在某一天研究起了新的能力，传说中能看到未来的第3只眼，心想着要是成功了，或许就能得到像大预言家西巴巴瓦一样的预言能力。到那时，研究会将飞速成长，成为能对抗会长的宿敌龙卷的超强组织。可结果超乎他的预想，头痛欲裂的他通过那第3只眼看到的未来是这样的。从那一天起，赛克斯整个人都崩坏了，嘴里声称着征服世界什么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，如今只知道吃喝拉撒的人类不过是其害处罢了。站在这种生物的顶点，并将其凝聚一团毫无意义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重新洗牌，必须要毁灭这一切，这是他们被选中之人的义务，是时候对人类进行大扫除了。而异能研究会就是为此而生的，不是吗？赛克斯这惊为天人的一番话，吹雪当然是不能理解，为此他们分道扬镳。直到数年后的再次相见，赛克斯仅凭一己之力策划了整个怪邪计划，最终被龙雪一行人重伤，败在吹雪手里。吹雪很想知道，在那个时候赛克斯究竟看到了怎样的未来，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发狂，失去了理智。他缓缓将手伸向了赛克斯的眼睛，要揭开他罪恶的根源。那一次是手下人的叫喊声打断了吹雪，他没能看清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而今天他带上了手下所有人，还有临时员工奇遇，无论如何都要问出个结果来。神秘来客正要对赛克斯动手，就见一群人从电梯里走了出来，他一眼便认出了，这不是地狱的吹雪吗？其身后的协会高层一脸不爽地表示，警卫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怎么让吹雪组进来了？没看见正接待赞助商吗？没等那保安解释，吹雪就喝令道，立刻终止会见，全员离开这里，前去避难。神秘来客显然是没听明白，吹雪解释道，今天早上赛克斯已经被总部添加进入狱名单了，只要是职业英雄都能查到这个情报，要是让姐姐看到了，毫无疑问她一定会来了结赛克斯的性命。不愧是最了解彼此的姐妹俩。吹雪那头话音刚落，龙卷已经到了。天花板一声脆响，伴随着震动建筑的震动，这股熟悉感，奇遇瞬间就明白了，原来如此，毁了我房子的罪魁祸首。话音未落，龙卷霸气登场，管你什么地下收容所，龙卷根本就不在乎，就连那协会高层见了也不敢吱声。龙卷直奔他此次前来的目标，嘴里冷漠道，为什么还让这家伙活着？手上亮起光芒，就发动了超能力。下一秒，吹雪和那神秘来客同时出手，撑起了保护罩将赛克斯护住。妹妹也就算了，这局外人在这捣什么乱？龙卷眼神一瞪，就把人砸到了墙里。吹雪让那几个协会人员赶紧逃，他们来拦住龙卷。3人是一步也不敢听，可吹雪的话把身后的小弟们给吓坏了，难道他们也要和龙卷战斗吗？而此刻龙卷并没有急着动手，早问起吹雪为什么要保护怪人，难道是被洗脑了吗？吹雪并未回应。在不久前，龙卷告诉了他，阅读也就是曾监禁过他，拿他做过实验的超能研究组织，那些家伙盯上了赛克斯，虽说是怪人，但也不能落在那些家伙手里，所以让吹雪到时候配合他演一出戏。吹雪问道，姐姐是想保护赛克斯吗？得到的回应是他自有安排，所以现在他正配合着姐姐演这么一出戏。就在此时，神秘来客手一挥，打晕了3个协会高层，又破坏了监控器，重新站起了身，笑着说道，来得正好，那他就收下你们2姐妹做伴手礼了。吹雪眉头一皱，这人挨了姐姐一击，竟然还能站起来，实力挺强。龙卷则嘲讽道，看样子人工超能力者的开发还是有些进展嘛。而作为旁观者的奇遇是一脸的不爽，本来是想跟毁掉他家的凶手抱怨几句，结果完全就没自反省的样子。难道超能力者就能随便毁坏他人东西吗？全场也就只有吹雪能注意到奇遇了，并表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。今天有奇遇在，还挺走运的。虽然人看起来傻傻的，但他认为之前的恶狼就是奇遇打败的。对此奇遇表示他不记得了。吹雪接着说道，他也有战斗，所以很清楚。
那时候的饿狼是达到了顶峰的到达者，而打败了饿狼的奇遇也应该是到达者。虽然他已经放弃了朝那个方向努力，但还是能分辨出来的。两人谈话间，龙卷一边已经和神秘人交手了。这剧烈的超能力碰撞将整个地面都一分为二，而倒霉蛋奇遇正好就在裂缝之上。眼睁睁看着奇遇掉进了裂缝，还想捞回来已经为时已晚，裂缝就这么合上了。而此刻的奇遇掉进了不知多少层之下的诡计怪人收容所，里面凶神恶煞的怪人们还是纳闷着笼子的电源怎么突然关了，看样子是上得出事故了，就先用这掉下来的倒霉蛋填填肚子，再上去杀光那些人。什么情况？英雄协会总部里竟然还养着怪物吗？那我在小区里养个狗什么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好了，那么到这里就是《异卷重制版》第221话的全部内容了。这一话的展开，除了神秘人和月之组之外，基本贴合原作。不过看样子是把龙卷和吹雪的较量改成了龙卷和神秘人的对决。没想到那神秘人竟然是来自曾经研究过龙卷的组织，在原作里并没有琢磨描写的研究组织。村里老师将其搬到了主线来，并取名为阅读。在杰克赛克斯第3之眼所看到的疑似月球之上神秘的未来，又是一个大大的坑给挖好了，就看接下来该如何展开了。还有狼入羊群的奇遇，想想都替那些怪物们感到悲哀呢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这里有最新的异卷更新消息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